嗨，大家好。现在呢，我已经在二沙岛里面骑行了啊。天色呢已经渐暗了，看来下雨的可能性时刻都存在着。不管怎么说呢，我先在二沙岛里面找路骑一下。希望呢今天能够围着二沙岛来转一转啊，因为我记得我在二沙岛骑了很多回啊，好像并没有完整的做一次环岛的骑行啊。当然有些路段恐怕本来就不通的。现在呢，我在岛上的公园里面小道上骑行。好，现在呢骑到马路边的骑行道上了。马路左侧对面呢就是一个体育公园。这边呢，现在变成了传奇公园啊，就是广汽的一个品牌叫传奇。左侧呢就是金亚花园的入口。想当初我的同事啊，莱斯利医生就住在这里，经常到他们家来开 party。可是这已经是20年更多了吧，20多年以前的事。趁着天色阴沉，刮起了风，虽然有下雨的风险啊，但是我觉得这也是骑行的最好的时段。那我们就冒点小险啊，去骑行一下。这边呢还是有不少的这种驿站啊，就等于说如果说万一下雨了，就可以到这种驿站去躲一躲。我看这个驿站里面，上次我也进去参观过的，不但有书籍、有桌椅，也提供水等等啊，就是说还是不错的。
看来呢，我要转到马路对面才可以沿着骑行道环岛骑行了。好，我就从这里出发吧，顺着二沙岛，应该是靠北边的河岸的这个骑行道来骑行啊。只要有水的地方呢，就少不了钓鱼的人啊。二沙岛呢，一直都是广东省的运动队的训练基地啊。到底有些什么项目呢？我也不是很清楚。所以他们有自己的球场，还有各项运动的这种培训的地方。有时候你来的巧呢，就在河里啊，看到划那种龙舟的，还有皮艇的，各种各样的这种水上运动呢，也都在这个岛的周围训练。诚如大家所见啊，我的右侧呢就是河了，就是珠江；我的左侧呢林荫道。
在这个马路的里面呢，都是那种比较低层的、低密度的住宅啊。有些呢是别墅，有些是连体的，但是也有一些呢就是那种低密度的住房。因为这边呢是一个冲积而成的岛，所以它的地基呢不支持建那种高楼啊。但是呢，这种低密度的反而就显得这个人均拥有绿地、活动空间呢就会变得更大。所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呢，这边就成了广州啊数得上的一个豪宅区了。左侧呢又是一个驿站，但是雨呢还没有下下来啊，我们继续向前骑行。右侧这座桥呢，就是通向省委的桥了啊，也是后来建的。这里呢是珠江必道2沙环岛段，还不错啊。以前我记得是没有路可以出去的，现在这边呢是可以出来了，还是相当不错的。现在呢，我从省委这座桥啊边上继续顺着2沙岛向前骑一段。前面呢就是以前的中山区，都是一些达官贵人的住所，所谓的东山出少爷啊，就是指的这一块地方。广州呢，如果天气凉爽啊，真的你骑个单车，在老的市区里面啊，就可以骑行一天，而且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景点，或者说文化的遗存。
这些地方呢，留下了广州很多的历史故事。即便是你不和当地人作伴，你也可以通过网上查阅，了解很多这边的掌古，这些人物的事迹等等，其实蛮好玩的。还不错，这里做了一个坡道，你就直接可以骑下桥去了。这里呢就是东山湖公园啊，可惜这个公园里面是不让骑车的。现在横过马路啊，前往前面的这座大桥——海印大桥下面呢，去兜一圈，然后再原路返回，继续回到二沙岛去骑行。这边钓鱼的人就更多了嘛。我记得上次在这边碰见一位老哥，钓了鱼，真的1尺来长的鱼，钓完他就往河里扔，我还有些不解啊。他说他不是为了吃，而是为了一种乐趣，所以钓上来了就放生。这就是海印桥边上我们看到的光景。就这个附近的街坊呢，除了一些人在这边钓鱼以外啊，更多人呢在这边打牌搓麻将。今天天气不是很好，平时这边广场舞、练声的、弹奏的，什么人都有。哦，这边就更加热闹了，果然有人在那里跳交际舞啊！瞧瞧，热闹吧？这是仗着有水景的广州老百姓的乐趣，觉得还是相当不错的一种普通人的生活。再往前走呢，就是大沙头了，这是广州的港口。那现在呢，这应该是一个游船的观光码头而已了啊。看看左侧河里那些船呢，都非常的漂亮啊。这里呢是一个又一个的登船入口。
现在这种码头呢，不像以前都是围起来的，现在你买了票以后呢，就直接到这儿来上船就好，就看上去比较开放式。所以大家呢，可以在这个码头岸边啊，这种绿地、长椅上，或者就走一走，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吧。如果不是骑个车呢，平时一般也不会进到这些公园里面，就这么骑行闲逛啊。这空间其实还不小啊。右手呢就是沿江东路了。好，我在这边掉头啊，原路返回。看到这些登船的入口啊，基本上都是大门紧闭，想必这个时段没有什么游客啊。再次从海印桥下经过。现在呢，再通过这座桥骑回二沙岛去。
看到前方啊，天都黑了，一场大雨即将来临了，不知道会不会下到这边来。说话间呢，太阳又出来了，但是你看前方啊，真的这个乌云一片了。这里呢，就是广东省二沙岛体育训练中心。现在从砥柱路右拐，我知道前面有一条骑行道啊，就是环岛的骑行道。虽然这条骑行道呢，它有些断断续续，但是基本上还是可以围着岛骑行一大圈的。现在呢，我又去到了江边，又一次面向着海鹰大桥骑行。就这条骑行道呢，它前面它其实无路可去的，骑过去就必须要再绕回来，但是也无妨啊，去走一段，迎着江风，我觉得还是很舒服的。
右侧玻璃窗里面呢，就是阿沙岛的训练基地啊。就他用这种透明的玻璃啊隔开，但是呢，空间被打开了。再往前呢，就是训练基地里面的地方了，有个门锁死了。好，我们在这边掉头吧。刚刚呢，我就从对面骑过来，一直呢骑到这个汉阴桥的下面，然后呢再绕回去。现在我们正对着呢就是海印大桥，还挺漂亮的一座大桥啊，好几十年了。我们在这边稍事休息，喝口水。这边呢是观江的好地方啊。我相信这里呢，就是阿沙岛的一个岛尖的地方了啊。虽然呢进不了左侧的训练基地里面，但是呢，从这边回去啊，再去到小蛮腰的对面，再回到刚刚我出发地方呢，应该就是整整的一圈了。好，我们继续加油。感觉这个乌云啊，从前面越来越接近这里了。
昨天呢，我还专门搭着地铁去到了大学城，再过去2个站常州岛上，在那边呢骑行一大圈去了常州村、深井村，都是一些岛上知名的村庄。看到常州岛上真的随着7号线地铁延长线的完工，就变得面目一新大片的绿地，环境是越来越好。再加上岛上呢本来就有很多的这种纪念辛亥革命、黄埔军校等等的那种历史的遗迹所以呢，真的这个岛将来会变成一个旅游休闲之岛。经过昨天的骑行呢，我就感觉通过地铁，当然也包括城际的列车等等，就可以去到你平时很难去到的地方来骑行。所以我觉得呢，以后可能就发现了一些新的途径，就可以去到更远。看到雨已经开始有点下起来了，看来我就要找个地方躲下雨才行了吗？难道因为这场雨，我今天就完不成二沙岛的环岛骑行了吗？但是还是这句话，我们不和天斗，还是顺势而为，该停就停吧，改日再来。看来施工的工人们也在紧急撤离了。雨就是从前方而来的。我现在顶风在其段看看去到哪里可以躲下雨呢？这个雨真的下大了，准备到对面的星海音乐厅下面去躲一下雨了。
我身后呢就是广州二沙岛上的星海音乐厅啊，看到我的心头应该也打湿了。这个雨下得很大了，那我就干脆在这边呢结束我今天在二沙岛上的准环岛骑行，还差了1/3还是1/4的路没有骑完啊，稍稍有些遗憾，但是呢，下次再来吧。非常开心的一段骑行，好在有音乐厅的屋檐遮雨，就不用淋雨。那我就在这边等我的家人开车过来接我吧。那就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，我们改日出行再见，祝大家愉快，拜拜。